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班老师，努力基 Sam。上周四呢，是我们这个农历节气的大雪，可是呢，却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日子啊。那我在呢这个新店的一个加油站啊，等我们的这个观众，就是我们的阿毛。今天呢，这个跟观众去骑车，就是要跟着阿毛一起来出发啦。阿毛是一个挡车新手哦，然后他说他的 CB300R 是因为看了我的影片才签的。哇，今天跟他一起出门啊，觉得好像任重道远，责任重大。前几次跟着观众去骑车呢，都是遇到一些比较有经验的、比较老道的骑士。那这一次呢，真的感觉像是带了一个弟弟哦，带了一个晚辈一起出门的感觉。所以今天呢，不是跟着观众去骑车，而是跟观众去骑车。阿毛他本身是非常喜欢登山跟露营哦，所以他身上的装备有一些是登山的，有一些是这个防摔的啊，这个混搭在一起也还蛮有型的。今天的路线呢，因为阿毛本身对台北这边的路不熟哦，所以就由我来带路啦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们两个人都是桃园本田买的 CB300R 嘛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本田的这个乘风去的活动呢，来去富贵角打个卡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先到故宫附近吃了早餐，然后呢，就是准备着装，再次的要出发啦。那大家有看到这个我们的封面标题哦，说今天要来测试新手套。这个就是我新买的这个 Five， 它的这个手套，它是轻度越野的，型号是 TFX4 轻度越野的一个手套，待会再跟大家仔细介绍。那我们就吃完早餐，再次的出发啦。阿毛因为他大学念的是中立的中央大学哦，所以呢，台北的这座有名的阳明山，他倒是没有什么机会来探访，所以这一路上呢，他都感觉非常的新鲜。虽然今天是农历的大雪，可是呢，天气真的非常好啊。来，大家看这个右边哦，就是可以通往这个永公路500巷。之前有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绍的。不过呢，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封起来了哦，所以上次开车去的时候，发现呢也已经没有什么游客去了。好，那这边是已经过了文化大学后面这边的格致路哦，它一样还是阳金公路的一部分。来到这个路口，我们要往左进入这个竹子湖路啊，要通往竹子湖。那这个路呢，它蛮有意思的，它是一个环状的一个构造哦。那以前大学时代呢，因为我念的是台北的学校，所以啊，以前曾经有一次呢，闲来无事，我就骑着我的豪迈125上来这边采这个海芋啊。竹子湖这一带呢，就是这个海芋、绣球花非常的有名。大家有看哦，那边就是小油坑了哦，一个山坡上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凹洞，还是蛮壮观的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设定的第一个景点就是竹子湖的黑森林。哇，来到这边有点感觉了哈，怎么树木特别的浓密这样子。这边应该就是入口啦。那我们就把车停在路边不会挡到别人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来去这个黑森林探险一下啊。之前是看那个阿 Ben 他的这个频道介绍的，他离大马路非常的近，却又有瞬间来到森林的一种感觉。哇，大家看这个树木哦，又高又直，然后配合着阳光洒下来，真的蛮神秘的。再往前走一点点呢，发现怎么有3位穿着 cosplay 的那种服饰的大叔在那边练习跳舞哈。感觉这边还有人在拍摄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感觉是在拍广告吧。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算是公共区域哦，所以只要我们没有妨碍他们拍摄，那他们也不能够禁止我们进来。哇，大家看这个阳光照射下来，配上这个烟雾弥漫的感觉，真的很神秘啊。事实上呢，这边平常的雾没有那么大，是因为人家要拍摄广告哈，所以他在旁边有一个这个喷雾机啊，制造这种森林里面的感觉。那我们也是刚好趁这个机会呢，可以拍出一些平常不太容易拍到的照片。本来想要学阿边把我们的车子牵进去里面拍照的哦，不过呢，阿边那一次试的是这个 CL500。那我们这个是 CB300R， 那毕竟这个调性不同啊，我们就比较不容易牵下去那边来拍照。
不过能够看到今天这样子的景象，也还蛮新鲜的。早上出门到现在都没有上厕所啊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湖田大树下旁边这个空地呢，它有公厕，我们就在那边简单的解放一下。出来的时候呢，发现然后我手套放在这个椅子上，还蛮有 feel 的，就忍不住帮他拍了几张照片。红黑的配色蛮好看的吧？竹子湖路再接回了阳金公路，继续的北上，就来到了这个小油坑了。哇，大家看那边有这个芒草，然后也有小油坑的地形，很壮观。我蛮喜欢这段道路的，每次来都觉得蛮惊艳的。来到这个路口左转，就可以进入这个101甲公路，也就是俗称的巴拉卡公路啦。巴拉卡公路它沿路的树荫非常多，所以呢，很多的自行车骑士都蛮喜欢骑这一段的。大家看这个山里面竟然有这么大的一片湖啊！哇，搭配着今天万里无云的天空，拍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看。虽然这边是红线但是呢，我们人就在车子旁边，而且我们非常小心，随时都会注意有没有来车。那也刚好我们拍照的那2分钟啊，完全都没有车子经过。好，来到了8成咖啡，这个是跟卢董来过的地方哈。经过这边之后，就是101甲巴拉卡公路的尽头啦。那在这边呢，左边是这个莱尔富海角店，右转就可以接上101县道了。哇，这段路呢，虽然这2年骑了大概3、4次了但是每次经过都还是觉得风景很漂亮。然后这一整段像绿色隧道的道路呢，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好，来到新北3支啦，在这个转角右转呢，就会看到一个邮局，然后邮局的正旁边隔着一个巷子，这个就是上次清明节跟锅巴大哥他们来没有吃到的老地方。那这一边呢，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小笼汤包啦，今天终于有开啦，那我们就赶快来享用看看。老店不愧是老店它都有几个共同的特色。第一个就是它里面的环境都会相对的是比较明亮，蛮宽敞的。然后在右边有这个厕所，所以其实让客人蛮方便的那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呢，就坐在大门口，还可以看到自己的爱车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小笼汤包，东西好吃之外呢，它的品相也不会太复杂。那这个呢是这个油豆腐细粉这2者都是相当的有味道，非常好吃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餐，很平价也很美味。那我们就继续沿着台2线要来往富贵角公园来前进啦。哇，走这个台2线来到新北石门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大下坡，每次我都很称赞这个地方。因为呢，你这样子看下去的时候，路的尽头就有一片大海，感觉那个海是在半空中很有趣的现象。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北海岸风情啦，也是非常的美丽。从刚才那个老地方骑来这一边，大概也就是10多分钟的距离而已吧，感觉非常的轻松然后这边也很多人要来这个富贵角公园，要来这个探索我们的富贵角灯塔。来到了这边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卡啦，因为我们这个本田呢有一个打卡的活动，我们如果有拍照的话呢，可以证明我们去过很多的地方，到时候可以更换一些奖品。但是比起这些奖品呢，更重要的是可以留下一些回忆。那人都来到门口了，如果没有进去看一下灯塔，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沿着这个道路呢，慢慢的散步前往灯塔。中间这边就可以看到右边它就是这个老梅沙滩，风景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其实从台北到老梅沙滩也不过就是50多公里的距离而已，但是呢，在拥有重机之前我还是真的一次都没有来过所以拥有了重机之后呢，不管是我啦，或是阿毛我们的生活的范围都变得比较宽广。如果想要去哪一边呢，骑上了摩托车，骑一下子大概1个小时、2个小时就会到了。好，大家看，像这样子的海景以前总得下定一个什么决心，才能够开着车跟家人出来看一次。但是现在呢，这2年我已经来过很多次，这个就是呢，拥有了重机之后呢，对我的生活带来的变化。
而且人到中年还能结交新朋友，也是很不错的。回到停车场了，在夕阳下看着我这个红黑配色的新手套，觉得它蛮帅的。接下来基本上就是回程的路啦，但是想到阿毛蛮难得上一次台北的哦，那就想说回去的路上在路边再找一个可以带阿毛去看看的地方。上一次影片播出的时候啊，有人就在敲碗说，这个锅巴老师怎么没有穿新的皮衣出门哈？大家看今天就有穿了哈。这个皮衣是 Dagner 的，然后呢手套是 Five 的。那我的安全帽呢，很多人都说应该要换一个全罩的哦。那也是欢迎有干爹来找我。Nice。好，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啦，芝兰公园。那这边是在新北三芝这边一个叫做浅水湾的附近哦。那它有一个海上观景平台，你可以沿着这个小小的平台呢，一路走到海的上面哦。所以这边景色是真的蛮不错的。今天很谢谢阿毛特别北上来找我骑车啦，那也很谢谢他还有各位观众一路对我的频道的支持。最后来跟大家分享我买的这个新的手套哦，这个就是 Five 法国品牌的一个手套，它的这个手臂上就有一个5的一个形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的这个手指这边呢，它都有做这个防滑哦，所以呢，握起这个把手啊是蛮省力的。然后它的这个手腕这边也都有做这个防护块，然后魔鬼毡这边呢也上面都有印了它的这个字样哦，所以法国的东西设计还是蛮有美感的。那这个手指关节这边的护块也都有。那这一个手套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点是，它是纯素的，素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它上面没有用到任何动物身上的部位。所以如果你是爱护动物的朋友呢，这双手套应该是蛮有意义的。那我还另外买了一双是准备要平常骑速克达通勤的时候用的哦。那它的型号呢是 RS3， 应该严格来说是 RS3 Evo Graphic 这样子。然后它的这个手掌的部分啊，手背关节的部分啊，也都有做一些基本的防护块。然后呢，手指的部分跟刚才那一样都有做触控的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没有办法按手机。这边有一个这个拉的地方，让你可以方便穿你的这个手套。这个也是一样哦，魔鬼毡的部分它有做一些设计啊，有一些印花，还是蛮有设计感的了哦。所以这个法国的东西就还是不太一样。好，大家看我戴上来哦。戴起来蛮舒适的，一些细节都做得蛮不错的。那据说这个 Five 的手套啊，它从头到尾都是由同一个师傅来把它完成的哦，不是这样子流水线做下去的。手套这个东西它算是消耗品哦，所以多买几双交换着戴，也比较不容易坏得那么快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跟我的这个红黑配色的 CB300R 也蛮搭的吧？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，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。我是锅巴老师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，安妞。